如果你半夜起床看到对面楼是这幅场景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个臭王八！姐妹们别害臊，咱们王者出击！离谱的是，本以为这杀人现场会滋啦啦淌血，但开门后这房间里却空无一人。最诡异的是，从这天开始，对面楼每晚都能看到有人在持刀杀人，而且每次赶到后房间都没人。大叔脑壳子都要炸了，这也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本来腿折了住院就烦，这每晚的凶杀案直接把大叔整成了精神病，并且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活阎王肯定是平时破案太多，压力太大，所以产生了幻觉。这会儿大叔为了证明自己，巴不得亲手杀一个。好在柯南清醒啊，一个天天拿脖子破案的人能有个鸡毛压力啊？这事儿不对，柯南赶忙来到凶案现场。哎，这窗边的地上为什么沾有水渍啊？仔细一想，昨晚案发时好像确实有下雨，所以那时候窗户是开着的。突然，柯南发现侧面大楼有一间没拉窗帘的仓库，瞬间电击小子激光传脑，那里才是杀人现场啊！原来啊，因为当时是深夜，所以在一片漆黑的墙面上，玻璃就变成了一面镜子，而大叔看到的杀人现场其实是由侧面大楼反射到这面玻璃上的。柯南赶忙来到这个仓库，果然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练习急救的假人，看来夜里反复去世的就是这个假人。咱讲话的，在米花怎么可能有人无缘无故搞这种行为艺术？肯定是准备要整个狠活呀！果然到了晚上，大叔再一次看到了对面楼有人在持刀杀人。大叔不信邪啊，还接着往现场冲，而柯南却直接跑到了仓库。坏了，怎么假人还在这儿？完了，这回真来活了！柯南赶忙来到了大叔去的病房。OK， 探店猴多真假厨子说，今天在医院一个人一具尸体，共计消费一个大叔。这回行了，虽然证明了这医院确实有人杀人，但众人的矛头却都指向了大叔，甚至连大叔也认定是自己精神混乱而杀了人。这会儿大叔的主治医师也来劲了，一口咬定是大叔住院太久没活干手痒痒，所以杀了个人给大家助助兴。でもどんな電話だったの？先生からかけたの？かかってきたの？そんなことどうなんです？面对拷打，医生称自己当时在打电话，并且护士还能给自己证明。很明显，这番话狗都不信，但默默警犬警官信了。となると、やはり一番怪しいのは毛利君か。情况紧急，柯南赶忙来到了医生办公室。哎，桌上的咖啡都喝完了，但那些砂糖怎么还一包都没用呢？自己明明记得医生习惯在咖啡里加很多糖呀！瞬间，柯南脑袋轰的炸開。下一秒，他赶忙假传毛利圣旨，让见识小哥查一下医生的咖啡杯。果然，结果完全吻合。柯南懂了，上脖子。ああ、始まりました、警部。何？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超级侦探认真办案。各位大聪明，这起案子就是凶手为了嫁祸而精心设计的呀。他每天晚上都会用假人做出刺杀的影像让我看到。每晚他要行动前，也都会把我的窗帘拉开，定上闹钟，并给我服用安眠药，就是为了让我能看到行凶的画面。在对面楼的假人反复去世了5次后，我的精神状态崩溃了。然而今晚因为柯南在我身边陪护，同一个幻觉不可能同时出现在2个人身上，于是凶手当即决定今晚就要杀人并嫁祸给我。没错，凶手就是你，我的好医生。你在将死者杀害后，很清楚我会立刻赶到案发现场，于是躲在门口将我打晕，并把我的指纹按在了刀子上。而你口中所说的不在场证明，其实只是提前用自己的手机把电话打到座机上，然后将免提打开，伪造出自己还在房间内的假象。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啊！我刚才回放，你知道吗？原本你的计划非常完美，但是没想到吧，来敲门的护士竟然为你泡了杯咖啡，因为你那段时间一直在忙着杀人，根本没空喝咖啡，所以咖啡旁的糖一包也没有加。私だって砂糖入れずに飲むことはありますよ。那你的意思是你今晚喝了咖啡喽？可是上面为什么没有你的指纹呢？如果是你洗掉的话，那上面为什么还有护士的指纹呢？怕是你做爱后还没来得及摘手套就直接倒掉了咖啡吧？怎么了？护士喂我喝的，或者我没喝我倒了，然后呢？怎么了？我就是突然不想喝了，不行吧？嘴这么硬，吃我一脚！看在进度条快结束的份上，医生催下认罪了。咱讲话的米花市民真是攻击力拉满，防御力为零，狗屁不通的证据，这就认罪了。原来啊，他之所以会杀同事，是因为在竞选院长的关键时刻，死者竟然利用自己手中他行贿的证据逼他辞职。你们说，在米花哪有比医院更轻松的活呀？市民一般都来不及治，直接去火葬场的呀。所以他敢抢我院长，我必杀他。我不到啊！这事跟我一毛钱关系，我不到啊！怨谁指谁的，我不到，别整我不到啊！見事に事件を解決したじゃない。やっぱりな、この眠りの小五郎は健在だ。